这一面不起眼的墙10几万，10几万。对对对，因为我们你有没有？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对，本业是做沙发的吗？没有没有，这是就是真的是方向盘专用皮革，这叫风环，这叫风环哦。这什么车系的啊？这个是 Toyota Camry 8代啊，我长大也要买 Toyota。我长大要买。看到顶泰丰，这个就是方向盘界的鼎泰丰，这个设计真的很巧思哦，好棒哦，真的。方向盘这样帅翻了，赞！欢迎再次收看这箱玩，今天带大家来开箱什么东西，让你们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当盘子。我跟你讲。这家店哦，我们来看一下，当然这个是 OG， 它在彰化是一个方向盘名店，我已经在他们这边网络上已经盛名了。然后我 Ioniq 的部分2台车我都在这里处理的，带你们来当盘子，走吧。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这个 slogan 不就是那个迪士尼玩具总动员吗？浩瀚无垠的宇宙有没有？然后。方向盘这个东西，它是最有温度的改装品。你每天握比你的老婆、比你的女朋友都还要常握，真的。而且方向盘，我觉得好的方向盘，其实在转动的时候会很舒服、很扎实。那 OG 他们很特别，他们还有到府拆装的服务。我们这一次也有启用到府拆装的服务。嗨，森哥 ，Hello， 跟我们频道打个招呼 ，Hello， 对。我们这一次啊，很谢谢宪哥，因为我的车子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升级，那我们就启动了这次到府拆装的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宪 OG 的宪。Hello， 对，那我常常在网络上啊，我就丢照片给他，他会给我一个很客观的建议。那客观的建议怎么来的？他会在等一下我们开箱2楼，2楼的部分会有很多皮革缝线，还有所有的工法制成。方向盘我们本来都以为就买个套件自己手工缝，淘宝一个几百块就有了。虽然很慢慢有成就感，有 CP 值，可是用久了，如果你一台车用了2到3年，甚至你用了5年到10年，方向盘的重新缝制，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我们再请宪哥带我们去2楼吧，走。OK。怎么会有那么多皮件呢？不就是一个方向盘而已。等一下这个东西是到底是里面还是外面？这边是这里。所以你们平常就要囤很多皮料起来就对了。对，这一面不起眼的墙10几万，10几万。对对对，因为我们你有没有？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本业是做沙发的吗？没有没有，这是就是真的是方向盘专用皮革。为什么还有分？所以手摸的要更细致吗？应该这么说，沙发皮它其实是算细致，但是它没有耐磨系数。对，没错。它如果我们拿沙发皮，哪怕是最好的沙发皮，拿来缝方向盘，转个3个月皮就破了啊。所以这种皮革是适合躺，不适合转。对，它是要有很大的摩擦系数。因为我们在沙发上面都躺着而已，都躺着，我都躺另外一种姿势。这个也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的，摸起来很舒服对，这不是塑胶那种硬皮这里会有那种麂皮吗？这里没有麂皮，麂皮我没有调出来。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为什么要有那面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各车系样品墙，也没有到各车系啦，反正我有时候样品我就会拿来这边放。那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除了皮革之外，还有形状，让客人可以摸一下粗度。好，碳纤维。粗度，我记得我之前包1啊、1.52啊，是指它这个的粗度，对不对？对，我们是用量腰围的方式，OK， 去量它。通常我们会以12点钟做一个基准点，因为普遍的12点钟都是比较一样的，那由这边延伸过来都会比较不一样，每一只方向盘比较不一样。比较最常人选的款式是什么？比较多选的，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 Napa， 这一种搭配一个透气孔，所以我们是很简单做，但是皮革一样是用最好的，一样都跟之前一样，只是没有重新对，只是没有改变形状而已。所以像这个都是改变形状嘛，改变形状就比较麻烦一点。对，这个要怎么做出来？因为我原厂没有嘛。我们是用手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好像捏陶土的感觉。这蛮硬的，都是靠师傅的手工去做。一开始是硬，然后我们会加泡棉，让它变软，加在里面。
也急不得因为其实每次来你们这边呢，获得身心灵休息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待4个小时起跳，而且都会觉得说，哦，很像艺术品。那这个也是改装的吗？对，碳纤维，这好像是雾面卡泵，对不对？对，雾面碳纤维，我们碳纤维分雾面跟亮面。了解。我想请教一下，像我都是包皮革环，可是我现在才发现这里有个金属环对，金属环其实就是我们独家研发的，像这样的一个方式。相撞耶，这什么鬼啊？还有迷彩耶。对，还有迷彩，因为我们就是金属环，其实我们已经出来1、2年，已经2年多了啦。从1代开始，然后到2代，2代我们有加大，然后还有3代椭圆形。这也太帅了吧！对，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可以扣在你的中心的位置上，做一个点缀。这个是转吗？这可以转吗？就我念经的时候就转一下，我念经没有，转不动。我以为是我一念经就转一下，或者是我那个什么怒症，我转一下松懈一下。你要不要做一个有齿轮的，然后我就会舒压？转动客人可能会生气。对，我就转动它。对，这真的很帅，这。不过我必须要讲那它后面是有这个，所以你要习惯这种凹槽的感觉，这蛮帅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那个 Lamborghini Urus。对，Lamborghini 它是专车专用。对，但我们开发了这个金属环，没有办法做到专车专用，所以它难免会有一点点高低差。但我们通常会把它做修饰在后面。那如果加粗呢？如果加粗的话，高低差会更明显吗？都一样，因为是金属环才会有高低差。了解，皮革环就不会有高低差。在什么情况下客人会想要刻定这个金属？他想要独一无二，他觉得我看了好多东西，皮革环、碳纤维的环，我觉得我想要来一个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黑色它是最好保养的，然后其他颜色的部分就是久了之后就要跟宪哥请教一下清洁的方式。所以方向盘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它是属于一个消耗品。它并不是说我包这一次之后我就20年都没事，那是不可能的。对 ，OK， 那我们去看一下那边感觉有个选物桌，我每次都觉得他在算命。对不起，我身为一个消费者，我坐在对面我都说来左手，对，老师来左手，还是他把脉，这很像看中医把脉这种感觉。一开始会选择皮革颜色，皮革的颜色，对，所谓的颜色是指这个色卡，对，这边的色卡。那可是我现在仔细看我才发现，你们基本上纹路就有4种不一样的呢。对，这个是另外2种皮革，应该说1种皮革啦。我们通常呢，皮革都会有一个全平面的，然后原厂常常出现这种，对，原厂还有这种透气孔，对，那透气孔我们是没有穿透的，所以它不会破。了解。那另外这种就是说属于这种比较老车纹路，立式压纹，对，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公司我们营业了30几年，我们一路从以前这种只有立式压纹的时代做到现在。对，那很多喜欢老车的朋友，他还是喜欢这个纹路。对，那我们就把这个纹路留着，这个应该也是市面上少有。说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们有在做老车。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们有没有做货车那种超大型货车？货车也是我们的基本盘啦，其实可以转动的，包括我们连那种蹦车啦，然后像我们之前也帮那个台北市立的儿童游乐园修复它的蹦车，方向盘，了解，40几个，对，因为他有空才拆给我，到府拆啊，所以他就是拆换给你，对，那种蹦车方向盘，它已经被农历的很夸张。为什么我会突然这样问？因为我发现你们的铁卷门开得特别高，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有超大型货车那种连接车？没错，我们曾经都有货车跟游览车直接开进来，但是后来因为觉得还是方向盘会比较大吗？方向盘大概450到480。了解。对，现在我们停在外面也可以，我们都有空间，反正就可以拆，因为这边真的很方便，一样都可以。对，我们以后投资它差够了，它迟早会上市上柜的，对不对？有够大的，那之前是铁皮屋呢，然后现在自地自盖。谢谢。不过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地方是他们。等一下我们再去看3楼，3楼真的卖个关子真的是搞得像方向盘界的鼎泰丰，真的就是这样。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皮革的部分颜色的部分我之前就有跟宪哥讲说我需要什么颜色，那我想请教一下，除了颜色之外，通常客户还会选什么？
缝线吗？缝线的颜色。那这个线的部分，我发现织法好像都不一样其实织法是一样的，只是有时候会有宽度或细度。对，我们会有分宽跟窄一点点。对，哪些比较宽，哪些比较窄？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其实像说这个就比较明显。对，这个是比较宽的。对，原厂他比较喜欢做宽的，不管是 BMW、宾士，对，还是现代汽车，他们都喜欢做宽的。那我们通常都是宽的跟密的可以给人家选。这会有什么几支？没有，这都一样，这都一样。我看到，所以这个是2种颜色。对，只是说分颜色的差别。对，像我们可以分单色、双色跟三色。对，这些东西都可以选。这个就是最多人选的 M-Power 3色。所以这个坦白讲，还是只能手工缝。我们就是手工缝，所以真的就没有办法，因为这每次待3到4个小时就，对，有时候都在上面睡着。那因为我们客人可以从北部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装一个临时的方向盘，对，让他开走了。确实，对，当然我们楼上还算舒服啦，应该不输给原厂，很舒服，很舒服。对，走吧，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工作状态。OK，Go。我们去开箱。Hello， 可以进去吧？可以，来，走吧，请进。走。哇哦，这个很梦幻的哦，真的很像，这个真的很像鼎泰丰，因为我们的休息区就在那边，然后我每次都从那边看到自己的改装品，小孩慢慢的被装点，服装设计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有种很期待的感觉。当然，我坦白讲，在那边睡了一觉之后，然后美梦就成真了，我们的方向盘就搞定了。我们现在要去机房种地了，走。这个平常都没有人进来，这就是旧的方向盘啊，这是我的方向盘。对，这是古 A 啦，这是古 A 啦，对。哇，真的是一个一个缝制，所以我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在包泡棉，我们把它加粗的那个环节嘛，加粗的一个环节。OK， 所以我有电热功能的话，也不会因此都不影响。现在的所有的功能，电热、加热都可以承袭下来，对。什么手摸啦，那些都不影响。电容手摸都不影响。很多特斯拉车主也问啊，会不会影响？我说绝对不影响。那你这边会有包到那个特斯拉那个是Yoke 在哪里？我刚好有这里有一个，刚好就有一只 Yoke， 这个是客人从美国贸易商从美国寄来的 Yoke。哇哦，这台湾还没有加粗对，它还有加粗会有一个呈现一个很软的一个手感。很舒服我选Model 其实都可以，对，都可以 Yoke， 它只要选配 Yoke 就可以了。对，选配就可以有。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然后要转向的时候要从这边扶，不能扶这里，这里没得转，要扶这里。对啊，这种对就是要换手的感觉，对，要适应一下。对啊 ，OK， 不错，这不错。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不是要等很久啊？对，这要等很久。你看这个缝线5个点啊，这叫风环，这叫风环哦。对，就是风力的风，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是很帅耶。真的很帅，你看这个1、2、3、4，再加上中间的定位环，对，这个很好看，我看一下，这什么车系的啊？这个是 Toyota Camry 8代啊，我长大也要买 Toyota， 我长大也要买。这就是海口的形状，这是什么？放回去哦。好好玩哦，双皮耶，这个就是这样子，里面是麂皮哦。对，这里是这样的一个呈现一个沟槽。我现在来得及改造型了，没有了。这个沟槽是我们特别设计出来的。哎呀，这个很帅哎。可以做2个分段。平常呢无聊就在设计就对了。对，我们会一直的设计，因为我们就是设计要画图吗？都会，还是得画图，对，出版设计还是要画图。我们自己手工。所以你们会连载吗？OG 少年，OG 少年连载，这样太好了，对 ，OG 少年。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件事情，方向盘就手工。那你手工的情况下有分2种工法，其实都是手工。那有一种是直接缝制上去，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淘宝可以直接买一个套组。因为淘宝强国那边有很多的总成套组，你可以直接买回来。但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说，拆掉之后的方向盘，这个东西就是 OG 的强项。为什么我会知道他们家？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问我的车友群，就每一个人几乎10个里面，所说真的5成以上，这个不是下广告，是5成以上，大家都说彰化 OG， 彰化 OG， 彰化 OG。我都心里想说，靠，那是来这里，然后大家有个推荐码之类的吗？那后来我也才知道一件事情，跟宪哥这边
合作了第3次，然后也才会去了解到这几件事情。你们看到这些沟槽，如果今天是直接包上去的，Sam哥是不是常常跟我们讲说，这里就会变成减速丘？对，包括就是这里的缝制吼，我记得Sam哥也有跟我们一直分享，他这边会做按键上的推挤。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我每次买电动车喇叭都坏掉，都是OG帮我修。这是莫名其妙。那麻烦你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要拆包？拆包的优缺点是什么？其实拆包的优缺点就是说，优点就是说你会比较，没有收的比较贵啦，因为我们工序比较多。对，我有时候光拆一个皮革，拆掉皮革要花1个小时。拆皮革要花1个小时，不是就美工刀可以？对，但是因为现在的很多是那种有电热的，有5AU 的，有免摸，有那个手要摸的电容的方式，所以那个都要很小心的拆。那目前我们是没有让客人失望过，就基本上都是就是很正常的，让他可以操作。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度在这边。那你看这个就是说没有拆皮的情况下，我这边有做一个记号，要整株面包。其实这摸的时候就真的很像有一个减速丘，对，很不舒服的一个减速丘。对，对。它这个缺点就是说，第一个，它的皮革其实你看到这样，它是整个是歪斜的，歪斜的，它整个是歪的，因为它没有入钩，它没有入这个钩的时候，它会做起来会有点歪斜，凸起来很丑嘛。第三个，它会破皮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高的地方开始破皮。对，如果我们整个都是平整的话，我们是平均受力。那如果你是凸起来的话，你就会这边先破，这边先破，这边先破，因为它最高的摩擦点在这里。对，然后它没有入钩，它是入钩，对，然后后面你看，它就是都没有完全粘附，所以收的乱七八糟。所以这边其实车主不太会看不到，但是就是它都装上去，对，装不到，而且通常装上去之后也看不到，探头也没办法看到。对，可是这个久了之后，是不是从这里就开始翻？对，然后这里有拨片，没错。然后我们客人常常会想说，哦，我新车买来，我要保护原皮。对，我告诉你，我们拆过几十只这种的。没有一只里面原皮是能看的，我包括在我的粉专上面，我都会不时分享。你这个拆掉之后，你里面完全都不能看。你不要告诉我要用第2次，不可能。常常会有车友讲说，哦，我新车来，我就不想要东拆西拆，所以我想要直接包。然后或者是第2个说法，就是他们说直接包会增加厚度、粗度。对啊，这个东西是直接包的嘛？这一次都是这2次都是。它是硬的相当硬的，这次更硬。所以它不会因为这样子有那种柔软度，就是没有。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用加粗泡棉？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皮革拆掉之后，我们先加一个泡棉，让它变粗又变软 Q。重点在那个软 Q。对，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泡棉？因为很多双 V， 他们在最顶规的车的时候就会加这个泡棉，从30几年前就这样子。对。那这个手感就非常的舒服。对，它会让你的车子真的会从80几万的那种60、70万、80万的车，一瞬间变成150、180的那种。所以当初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坚持这条那么辛苦的路？就是像我们这样正规的做法，拆皮就是跟原厂，其实原厂当初他们在缝皮的时候也是都是拆皮制作。所以其实我们的方向盘可能高单价的车子，它也是先做好之后再上你的车，对，再上按键，再上车去测试这样子。所以因为其实我坦白讲，我很怕就是厂商拆东拆西的时候把我的内装受伤。客人都会问说，你们拆问题或拆方向盘会不会有问题？我会很老实跟他讲说，我说没有问题，你不一定信。但是你要想哦。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来做生意，对，好啊，这可以开一个，可以买一块地，又盖个别墅，后面有游泳池，没有游泳池，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啊。我包括我自己去原厂，有时候我去原厂换个东西，原厂也会给我出材，对。但我们在拆方向盘，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 SOP， 装的时候也会有一个 SOP， 没错。我给你的时候，你的功能键、你的控制键。一定都是正常，你才会离开。对，不然我的 Google 评论评价不会这么高。对，我都没有去买评论，但是我们就让客人自己去评论。其实很用心的店家，我们要尊重这个专业跟技术。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好，假设我今天客定一个6、7千块，我这台车我只要开4年我就回本了。我1年才2000多块，这样是不是就回本了？所以要升级，一定要新车落地。这个讲小声一点，新车落地我就改。我每一台车我都本来其实坦白讲，以前都想说啊过保固再改，过保固再改，结果嘞，改完之后就又卖车了，就浪费了，根本享受不到。
上一台车 Ioniq 500P，6月份才来包，结果不小心车卖掉，结果我才跟他讲，他就说哈，什么又要来包？上次不满意吗？我说没有啦。刚好不好意思啊，又交车了。确定不是 Ioniq 5被扣牌就对了？不是啊，不是啊，扣牌赶快换一台，大家都以为我被扣牌。扣牌换5N。我想请教一下5N这一支啊，那么特殊的造型啊，它好包吗 ？OK， 我觉得蛮简单的，算蛮简单，因为拆皮不难。当然，虽然有电热，但拆皮以现在来讲都算简单。最难的是什么？怪给息的车种？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 BMW 稍微难一点点。为什么？就是它那个5AU 稍微难一点点而已，对，所以甚至是有原厂的技师问我怎么拆，比较熟的他问我说，打电话来，直接打电话来，怎么拆比较快？怎么拆？对，因为他们为什么要拆？他们有时候修理方向盘异音的时候，对，都会去拆到方向盘，但是他们有时候也是靠自己摸索，因为原厂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拆，他们也是老技师自己摸索。那连带也刚好也提到说，有时候客人都问我说，Sam， 我的方向盘有异音呢，我说。这个不是方向盘的异音，是方向盘下面的方向基柱异音。对，方向盘基本上不太会产生异音。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是迷思，就是大家都觉得这里有个气囊，会不会一拆的时候气囊就爆炸？其实我们在拆方向盘，跟你路边拆轮胎的概念是很像的。其实拆轮胎也不容易。只是你常常看，你觉得原来就是5颗螺丝放掉。对。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你就1颗螺丝放掉。对。只是在拆 Ioniq 有过一个店，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很怕被触发，很怕触发。其实不会，我们拆过那么多次来讲，我们拆了32年，没有爆过一次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是车子发讯号给安全气囊，它才会蹦炸开。你没有碰撞的那个讯号到方向盘这里，它怎么会去触发？对不对？它又不是拉炮。对，一拉砰，一拉砰，不可能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很谢谢我们Sam哥给我们这些很宝贵的知识，那我们就稍等一下，我们的成品完成。哇，看这里，看这里，对啊，哇，这是怎样？泡面也太多了，对，兴趣是收集泡面吗？对。为什么？是因为你们的预约时段都是3到4个小时为一个周期吗？对，因为我们如果客人从10点多过来的话，他可能会跨过中午啦。对。那我们当然有提供代步盘给客人使用，但是有时候客人开了从台北开下来，他懒得再出去的时候，对不对？吃点东西。我们就准备很多泡面，这很多，还有素食，这都免费的，还有素食很贴心，这是微波炉哦，如果你觉得泡面不够热的话，你可以用微波炉加热，还有饼干啊、饮料这些都很基本，这都很好吃的，一直升级，来看一下肥宅快乐水，肥宅快乐水，对，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这个好喝，这是什么？麦茶。好事多的，这个是好喝，这个好喝，冷泡麦茶，好事多的茶叶吗？好事多的冷泡麦茶，这个好喝，我上次来就开始一直喝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应该不是腐乳式之类的，消毒锅啦。我注重颜值啊，我们注重颜值，有时候对。OK， 但是就是客人我问一个问题请说，热水在哪里啊？对，原来在这啦。有热水，因为我一直你可以泡热水。对，我那一天我不知道有热水，我拿它去微波炉。我靠，你去那边打热水，我想说这也太苛难了吧？对，原来是这样。OK， 好，他还有准备这个手机架，我去给他看家，我就可以滑手机。然后他们这边还有插头，除了插头之外，他还帮你连电线、Type-C 的，还有 Lighting 的都准备好了。灌篮高手、七龙珠，这是兴趣吗？这一套发了，不要摆在这好不好？这一套发了，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收藏啊。鸟山明挂掉了，这已经增值了，对，这已经增值了。GTO 又白书，又白书只有到17集吗？应该还有，应该结束19，这里19，对，结束。OK， 哇，如数交针呢，都有客人。等一下，这真的可以看吗？这都可以看的，这都可以看。客人很多，我觉得有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客人在翻我就觉得很欣慰啊，觉得很开心。对，就有人在翻。为什么会想要放漫画？可能这是我们7年级就是一个梦想啦，就是放一些漫画。其实我发现你们这边摆件很多东西，露营用品啊 ，bracket design 啊，这个东西我也都有收集。是，那这个东西是你们怎么会突然想要设计成这样，很像家的感觉吗？就是对啊，就是让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啊，因为你去到很多可能原厂的保养厂，它可能就只有
为了商业化的，对，它就是可能只有杂志什么的，然后我们咖啡水自然自取，对，但我们这里连电视都有。我们这里对，我们还有 MOD 嘛，那当然我们就是都是男孩子，对，因为男孩子梦想不就是车子，对，哦，漫画、玩具、公仔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空间比较像我们的就是影音家庭玩具间这种感觉，你只差没有一个按摩椅而已啦。我们真的原本是要摆，不要，还有那个还要去投币10块，还有摆电动啦，但是为了安静起见，我们还是就是放一些比较静置的东西啦。不然它这个空间大到连可能整套那种环景萤幕的赛车座椅都可以放进来。对。这里真的很狂你只差没有投影机而已，这边可以来个150、120，这个坪数都可以。对啊，这里真的很舒服。看到这个就是方向盘界的鼎泰丰。这个设计真的很巧思，他看得到，我们看得到，看得到，不要感觉听不到而已，听不到而已，这个真的是，对，听不到声音而已。这玻璃那么大块，花了不少钱谢谢。这里建制多久？就是快2年，才2年而已。快2年，对。我靠，质地之间，那可能真的之前手赚的都直接都没了啦，直接砸在这里。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真的，够了，来。谢谢啦，拿方向盘。为什么要开那么大台？就是要载很多方向盘吗？哇，好粗哦！我把它加粗很爽而且我跟你讲，我有特地叫他帮我把这个标线要对这个字样，我很在意这件事情。OK。每个都可以，所以这就是一个必要程序。对啊，就是要检查。哇哦！对啊，因为它都有通电呢，对啊。哇，它都有通电有没有？对。哇，这是加2 mini， 这超出哦，好爽，好帅哦，很舒服哦，好棒哦，真的，方向盘这样帅翻了。谢谢舅，因为这一次方向盘我加出了2个 mini，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握。第一次体验了到府拆装这个服务，因为你知道，毕竟时间宝贵，所以要同步升级很多东西，就需要欧记那么贴心的服务。OK， 大家拜拜，谢谢，拜拜。他叫什么名字？小布吗？小布，跟我家的猫一样哇，好粗哦，干！对不起，讲脏话，再一次。